蓝景怡震惊，那我们就只能等死了。莫玄宇抬手，本想弹他脑门，念及动作太大，改掐他胳膊。小小年纪，什么死不死的？蓝景怡浑身一抖，你也没比我们大多少吧？蓝思追无心与他们闲扯，凝重道：你们说他方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？蓝景怡悄悄往他那边挪了些许，以听得更清楚。哪句？四大家族来不了吗？是。蓝思追顿了顿，又道：他好像很确定救援不会来。事实上，韩光君也确实没有来。两个小少年不约而同地沉默了。半晌，蓝景怡结结巴巴道：莫非韩光君出了什么意外？蓝思追立刻道：不会的。说着不会的，脸上的表情却扑得破了，露出哆嗦和冷汗来。见两个小朋友抖得越来越厉害，莫玄宇道：你们不相信谁，也不能不相信你们韩光君啊，他的身手哪是这家伙能比得了的？可是他刚才在夷陵老祖录那一手夺魂术之前，他们万万不相信韩光君会在什么地方失手或落败的。韩光君的修为岂是常人可比？现在却不敢笃定了。夷陵老祖那可怕的手指像一张看不见的弓，无声无息，杀人不见血。纵使蓝思追通读过藏书阁的奇术异术志，也对此毫无头绪。万一韩光君也被他那么轻飘飘的用手一指，两人不敢再想下去。无言间，空气沉闷得像发丧。莫玄宇抱起双臂，慨然正色道：我问你们觉得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他鲜有正经的一面，好像披了龙袍装太子。蓝景怡脸色依然很差，拔高声音：我怎么知道啊？蓝思追慌忙按住他的嘴。三人悄悄回头，那边夷陵老祖正和修士们打得火热，没理会他们。平生静气一刻，确认无恙，蓝思追舒了口气，看向莫玄宇，低声道：莫公子，难道你知道？蓝景怡也满怀希望地将目光投去。不知。那你神秘个什么劲儿？莫玄宇无辜道：不知道，但是可以分析啊。他招招手，将两个小辈照得更近些，三人围成一个紧密的圈，附而与之，连风吹绿草都能将他们的声音盖过去。蓝景怡将信将疑道：怎么分析？有几个疑点。首先要搞明白的是，为什么他夺魂时没有灵力或怨气的波动。施术者在使用灵力时，不可避免会爆发出一些气场，能被其他修行者感知到，怨气也是如此。而夷陵老祖方才夺魂时，分明没有这层感知。若非他自身的修为已高深到难以想象的境界，连灵力波动都能掩盖，就是那术法太过诡异，不得用常理判断。两种猜测，无论哪一种都糟糕透顶。可往好处想，若搞明白了这件事，或许一切难题都能迎刃而解。蓝景怡理直气壮：你是鬼修，你不该比我们清楚吗？惭愧，我自认不如夷陵老祖，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，世上不存在这样的邪术。蓝思追一愣：你的意思，这不是邪术？邪术，既然是术，就需施法。不存在不施法就能发挥作用的术，好比做饭需要接锅，生炉子需要点火，而施了法就会有灵气和怨气的波动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法术的形态。蓝景怡叫停：等等，什么法术的形态？你这用的什么词啊？这是为了方便你们理解的词。你们家上课肯定不会这么讲，你们只会讲什么法术由灵力而生，灵力由内丹而生，内丹乃勤修苦练得成，诸如此类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蓝景怡目瞪口呆，感觉有被冒犯到，却无言以对。那莫公子，什么是法术的形态？就是法术展现出来的一种方式。法术看不见摸不着，除了其本身的效果，就只有施法时的气场和波动能被展现出来。要知道，不是什么都像破魔术啊、召唤术这些一眼就能看到的，有的邪术你根本发现不了，甚至查无可查。比如让中术者的寿数减少10年，若不挨到那中术者命绝身亡，又有谁知道他被施了术？就算挨到了命绝身亡，又如何确定他的死是不是邪术造成的？在两个小辈还有这种操作的骇然目光下，莫玄宇继续道：但施术时产生的灵力和怨气波动不同，是一定可以被察觉的。所施的术法越强，动用的力量也越多，波动也越大。就算动用的力量很小，波动也不会完全没有，
因为这是法术的展现方式，是施法所产生的必然。你们虽然修为还不高，但他那种程度，使用的力量肯定不小，又怎么会微弱到让你们无以察觉呢？既然术需施法，施法便要有灵气或怨气波动，那反之，没有波动说明没有施法，没有施法说明不是邪术。如此一来，其术艺术的收录中未记载此类情况，也解释得通了，这根本不在术法的范畴。蓝思追道：原来是我们想错了方向。可不是邪术，那能是什么？天哪，连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岂不是更棘手了？莫玄羽啧啧两声，似笑非笑。当然不，正因为不是邪术，谜底才更简单。两个小少年茫然相视，不明其意。世上邪术那么多，若真是什么冷僻偏门的，那短时间内无论如何也破解不了，咱们可能真的要死在这儿喽。见蓝景怡面色一白，莫玄羽十分满意自己的演讲效果，遂说下去。但如果不是邪术，隔空取魂的办法就只剩下那么几种，什么摄魂丹、锁魂大阵、移花接木，都是你们比较熟的，上课肯定讲过。只是用障眼法包装的花里胡哨罢了，一个个排除，总有对得上号的。蓝思追轻叹一声，只觉心头刹那雪亮了起来，破解难关在即。蓝景怡想了想，若是他自己修炼出来的什么法力呢？莫玄羽的腰弯了下去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的天，拜托，他又不是神，还自己修炼法力的，你老实说，是不是话本看多了？美笑一声，蓝景怡脸便红上一层。眼看蓝景怡就要忍不住，骚得大喊大叫了。蓝思追忙道：那还有其他一点吗？莫玄羽好不容易止住笑，正起身。可还有一个疑点，他明明有这样的招数在手，直接使出来不就行了？之前为什么要和那群人费那么多话？蓝景怡不懂，这算什么疑点？他们不是在谈条件吗？怎么叫废话？条件谈成了吗？没谈成啊。可能谈成吗？蓝思追仔细回想，30万两银子，3万亩地。蓝思追道：不太可能。那不就得了？他不会不知道这是个不可能谈成的条件，那他干嘛白费口舌？为什么不直接设结界把人都杀了？这也就延伸出了另一个问题，他现在到底想干什么？三人方才一番讨论，不过电光石火间，那厢夷陵老祖放下手里无声无息、与死人无二的修士尸体，转向另外几人，也是早先挑衅过他的几人，慌忙掷出法宝相抗。蓝景怡道：他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要我们的生魂去炼尸？或是以我们为质，向百家要挟那30万两银子，3万亩地。这结界中困了近500人，除家主外，还有各家的客卿、小辈，依稀好几个小辈都是富贵家族的。对有钱人来说，银子确实不算什么，3万亩不过几座山头的事。只要他们愿意买账，夷陵老祖捏这样一帮人在手，果真要挟，却有可能成功。莫玄羽道：或二者兼有之。挟制百家的同时，慢慢把他们杀了，只留几个富贵家族的就行。反正结界里的人出不去，外面的人也不知里面的情况。蓝思追琢磨一阵，忽然道：啊，我明白了。蓝景怡问他：思追，你明白什么了？他之前有意交谈，拖延时间，会不会是因为他在等更多的人聚集，人数越多，要挟的筹码就越大？因夷陵老祖落网的消息，不断有修士闻风而来，他们也是最后加入人群的。莫玄羽道：不错，孺子可教，这很可能是一个原因，但不会是唯一的原因。蓝思追疑：为什么？来的不只有被他任意拿捏的软柿子，还有4大家族高手名士，随随便便都能拆穿他的把戏。若拖延时间，被抓住的机会也更大。你们不会真的以为他能凭一人之力抗衡所有4大家族的名士吧？两位小辈眼睛一亮：这么说，韩光君，你们韩光俊多半是被他用什么招数给拦下了，或者还没找到这里。蓝景怡四下打量，这么大的地方怎么会找不到？也许这个结界自带什么屏障也说不定。眼见夷陵老祖向那几名可怜的修士越逼越近，修士们无路可退，正高声呼救，喊了半天却无人敢上前。蓝思追思来想去，看着手里的剑，又看看那几人，下定决心对莫玄羽道：莫公子，请把我们家的传讯符给我吧。蓝景怡诧异：思追，你要干嘛？再这样下去，那几人便危险了。蓝思追缓缓道：
既然韩光君可能找不到这个结界的位置，便用传讯符告诉他。可你刚才不是说会被发现？只要发出讯号，韩光君必能在半炷香内赶来。蓝思追握紧了仙剑的剑柄，